大家好，欢迎学习碧蓝牡丹。这节课呢，我将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牡丹枝干的组合画法啊。首先准备一支尖毫的毛笔，所谓尖毫就是两种这个笔毛组成的哈，外面是这个羊毛的，内部的是这个狼毫的。为什么是狼毫的呢？因为这样的笔比较有弹性，我们画枝干的时候呢，能屈能伸。然后呢，把这个笔呢洗干净啊，尽量把水分吸干。然后呢，把这个笔呢掰成一个叉儿，掰开一点，掰成扁的啊。然后呢，我们去调一点墨。这个墨呢，无论是老墨还是这个新墨都可以用啊。我们只需要一丁点就可以了。那么画这个牡丹的这个枝干呢，可以有多种颜色，有的是用这个赭石加墨，有的可以直接加墨，还有的可以挑一点这个墨绿色调和这个墨一起用。那么我们直接使用墨来画啊。那么这个墨呢要干一点，宁可干一点，也不要太湿了，因为湿了无法修改，但是干的呢可以修改。那么牡丹大家都知道，牡丹是什么？牡丹是灌木啊，它这个枝干呢会非常的多，开了很多叉儿。那么我给大家找找这个牡丹枝干啊，先给大家讲解一下。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教材啊，我们一点点给它分析，我争取一节课就把大家讲明白啊。先从这一面开始啊，那这个是教材里面的啊，这个是冬天正好。你看从图片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牡丹的枝干呢，它像灌木一样爱分叉儿，对吧？但是牡丹这个灌木长得再怎么高，它这个枝干呢粗不过我们的手腕，高呢也不可能比我们人还高，所以它一般的枝干颜色有的有这个赭石色啊，甘蔗、褐色都可以。那个枝干你看这个皮呀特别少，皮层有的地方呢光滑，有的地方粗糙啊。所以我们运笔的时候一般要用什么笔触呢？枯笔。运笔的时候用这个侧锋、偏锋比较多啊。有时候像这种直一点的中锋，也就是说我们要各种笔法相结合啊。那么画这个呢，一般要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啊。我们线条要慢，你看这个结疤褶皱非常多，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呢，线条不要太光滑，要运笔呢稍微的曲折缓慢。像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什么飞白的地方，就这一笔啊，就这么一笔。这一笔呢运笔会快速一点，会露出飞白，干一点。这个也可以用中锋画出来。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画一下啊，画之前还是刚才是对它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啊，然后还有个什么特征？刚才是属于它的生长特征，我们现在再看它的结构特征啊。结构特征是什么呢？一般它是从这个主枝干根部的地方往上长，它有可能是一支主枝干，有可能是两支。那么两支我们通常会给它粗的，这个叫主枝干。那么这个比它细一点的呢，这个叫辅枝。那无论是哪一根，有没有发现它都喜欢开叉，一个叉两个叉，对不对？再仔细看啊，那么这个作为主枝干，那么主枝干呢走着走着到这里，对吧？这一根是它原本的这一根，
但是它走着走着，这又开了一个叉，对不对？那么这个叉和这个主枝干中间呈 V 字形，你看这个虽然没有长上去，到这个地方停，但是呢，它也是呈 V 字形。这是右边的 V 字形啊。来，这个主枝干继续往上走，那么左边又出了一个枝，对不对？那么左边这个枝和右边这和中间这个主枝干，是不是还是呈 V 字形，对吧？然后我们继续看左边继续往上走，你看又分了一个叉。那么这个叉呢和这个枝呢，它又是呈 V 字形，尽管到这个地方断了，但它 V 字形不可改变。好，那么它继续往上长，它又成了 V 字形，这就所谓的什么？这是爷爷，对吧？这根是爷爷，这是爸爸，这是儿子，这是儿子，这是孙子。我们以此类推，通常我们在绘画理论当中叫什么呢？一生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四生五，五生六，以此类推，可以生万物啊，就是这么来的。然后再分析这一根啊，这一根呢，我们可以称它为辅枝，辅枝到这个地方打结了，然后长出这个新的枝干，新的枝干呢和它之间还是呈 V 字形，不过它这个地方断了不明显，如果它没有被砍断分支的话，它也是 V 字形，咱就不考虑吧。然后这右边呢也是呈 V 字形，我们可以把它画的时候也可以把它作为一枝，然后这边右边生一枝。从这两个我们分析得知，那么初枝一般和主枝之间，分枝和主枝之间呈 V 字形，这个记住了，你画枝干成功了80%。不要嫌老师讲的慢，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只有对生活中的这个物象的细节、结构特征铭记于心，我们画的时候呢，才会知道如何去画。你看这上面这些小芽苞，红色的啊，外面还有个小芽衣，对吧？这个分析完了啊，有的同学可能说，老师你说的对不对呢？不管对不对，我们接着分析好吧。那么我们不看这一支，先看这一支啊。那么这个粗的呢，最粗不过人呢不超过我们的手腕那么粗。那么从这一根看，这是主枝，到这个地方往上走了，往上走了。其实这一根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它应该长是继续往右边走的，但是它被砍了，所以它又往这边走。我们暂且把它作为一个主枝吧。你看这个主枝，你看到这儿分支了，右边分叉了，右边分叉往上走，这边还有分很多小叉，无论多少叉，它都是呈 V 字形。来，我们看这个叉，它左边有一个小的，也是 V 字形，它到这儿止了，左边又出了，也是呈 V 字形。那从这里得知呢，我们分支和主枝之间永远呈 V 字形。这个 V 字形像这种角度可能就15度，这种可能30度，那么这种可能45度。也就是说 V 字形的角度可大可小，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纸面的空间和我们构图的需求来确定我们这个枝是角度大呢，还是这种角度小呢？这个由我们画画人的心情、情绪还有感觉来确定。这个我们暂且在画画当中发挥。好，这个讲完了，我们接着讲这一根。这根你看，我们从这个最粗的开始，最粗的这个很多错综复杂在一起，我们画的时候很少画全部的，一般会被叶子挡住，所以我们一般可能就画根部这些。来，再看这个啊，看这根呢也是往上走，1、2、3、4，这4根。我们画画中要注意什么？穿插关系。
你看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遮挡和被遮挡关系，这个在画画中再考虑啊。那么现在呢，就讲这些，希望大家有所帮助啊。因为这个分析比画更重要，所以我给大家讲。这个讲完了，我再给大家讲画，然后边画边讲。那么讲的过程中，可能调色、运笔，还有这个笔墨特点，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这个关于这个枝干的这个结构特征啊，我们已经讲完，我们接着进入下一步啊。这个时候放一边。那好，我们这个笔呢已经掰开了啊，掰开一点点，我们搅一下。那么这个搅不能水分太多了啊，我们在边上搅一搅，干墨为好，宁可干也不要去打湿它啊，水分大就注定你要被染成一片，就像毛毛虫一样。我们放一边，我们现在画啊，画这个牡丹的枝干啊，一般从主枝的两侧出枝啊，有的会横着走。好，我们先画吧，讲的太多了。那么我们先画这个主枝啊，主枝我们从上往下画啊，这个水分就刚刚好，水分刚刚好。那这是主枝，我们可以画粗一点啊。这个笔呢，可以从上往下运笔，因为你可以左右顿笔啊。为什么你要左右顿笔呢？因为你要出枝，一般出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它曲曲折折的地方，拐弯的地方会出枝。那么我们可以有一点飞白啊，我们画长一点到这边，我们这里可以顿一点笔，然后呢，快速的往下拖。这个就是飞白，就是刚才书上给大家讲，这个地方好像就被皮儿被扒了一样啊，皮儿被扒了一样，然后再补充一点，然后下面呢，你可以多顿一点笔，越往根部的地方，这个曲折更厉害一些啊。好，我们你看左边右边一笔，左边一笔右边一笔，蹭完了，没有笔墨了，没有水了，往下蹭。这样就可以。但是我这有些地方水分还是大了一点啊，这个不要紧，因为画画当中呢，我们可以去修它。我刚才就说了，我宁可大，宁可水小，宁可让它干一点，我不要水大。你看，像这个黑的地方感觉挺好，那么这个飞白的地方，如果你感觉这个轮廓线或者立体感不很强的话，我们可以轻轻的给它画一点，点一点点吧，点点这个结吧，然后呢顺势添两笔，可以把这个轮廓线带一带，带的时候不要太光滑，你可以断断续续，像蚂蚁爬一样。这样就可以啊。然后这边呢，上面可以添加一下。那么我们暂且把它叫做主枝啊，主枝。我们填笔，这个笔呢，是这个有点黑，太黑了啊。那么这一根就是主枝，主枝你看有什么特点呢？有这个飞白的地方啊。你看一般呢，像这种，这种要直一点，这个地方要直一点。什么是地方直？有飞白的地方直，或者你带一点弧，不是笔直啊，弧直，直一点。那么这个地方呢，根部的地方啊，粗一些，粗一些，根部的地方粗一些，然后呢，曲折多一些，曲折多一些，还有什么结巴，结巴多一些，因为这会打结嘛，结巴多一些。
然后出枝的地方，你看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结啊，这个地方有结，那么这个地方有结，那么这个结干嘛用呢？这个结就是为了我们出枝的，这个结是要出枝的啊。那么这个地方也是，你先把结打着，到时候出不出枝看你构图需要。如果你忘记了，偶尔也可以在这个上面出吧，但是最好有结儿出比较好看合理一点啊。那么这就是一个主枝，主枝呢，你看浓，这个地方比较浓一些啊，这个墨色比较浓一点。那这个地方就有淡了，浓淡，上面比较蹭的枯笔，上面就枯一点啊。上面你看枯，枯就说明要干嘛，对吧？浓淡干枯嘛。那么这个淡一点，浓淡干枯都有了。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个主枝干上呢，添加次要的枝干或者分枝干。那么运笔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啊？缓慢而又有顿挫感，有顿有挫，有提笔感。这个我们放一边。我们如果在它的基础上画，会把这个图搞得好乱。那我们可以在边上画一个啊，边上画一个同样的枝干啊。我们可以从上往下画啊，一般从上往下比较顺手一点啊。我们从上往下，轻轻的顿笔往下滑走，顿笔。如果你等会儿要在这里出枝，你可以左右顿一下，左边右边，左蹭一下右蹭一下啊。然后呢，你下面直一会儿，直一会儿完了，你再顿一会儿，再顿一会儿。只要你水不大，你就可以反复修改啊。看这个地方，我就可以把这个轮廓线稍微淡一下。正规我是这个笔太差了，差的太狠了。这里再淡一下啊，把轮廓线淡一下。好，我们画一个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是主枝，我们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分枝啊，进行分枝，调一点墨吧，这老墨啊，把你平时画或者写字剩下的这个墨呢，就可以练练枝干用啊。我一般就是剩的墨练练枝干。好，那么这个是主枝干，那么我要开叉，我想在这个地方开叉，所以我这个还可以往下顿一点笔啊，画一点老的，下面没有墨了，蹭也给把它蹭出这个老的出来啊。我就是蹭出来，把边上一修，把轮廓线一加，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调一下啊，然后我们这一笔呢，从这里分个叉上去啊，可以再点一点这个，点一点黑点吧。然后我们可以一笔上去，上去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上往下运笔啊，从上往下画的时候要顿啊，慢慢的顿笔。我们这个呢，你看是不是 V 字形？那你觉得这个 V 字形，这个太短了，我们可以往上，越往上这个枝干稍微细一点，顺滑一点啊。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顿笔的这个地方呢，加一个小枝干，也是要在不停的顿。你看，如果它要升啊，就在它身上升。那么这个是主，这个是分，分支也还可以再升分支啊。你看我这个可以再升一个，这个也可以点一点，也可以点一点。这个是分支，分支你看主枝和分支之间呢是没有联系的，那我们可以横着走一根，横着走一根，
哎，这个可以再往上一点点。那我们可以破一下，那么这个就要横着走，只有横着走才能破。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3线交叉，它要往这边走啊。你看，不停的顿笔，哎，这么就打破常规了啊。那么这个就顿笔上面加一点。那这个枝干呢，一般你要往上画，我们可以往上走走。我们是要往上走，但是我们分一下吧，看右边有点多，我们左边可以分一下。一般上面要光滑一下，光滑一点，尽量有直有顿啊，直一下，顿一下。那这个呢是它的主的，你上面还可以分。你看，我无论是这个主枝分这个分支，这个主枝分这个分支，是不是这个主枝和它成 V 字形？这个主枝和它又成 V 字形，这个分支和这个分支又成 V 字形。那么这个主枝到上面，左边一个 V， 右边一个 V。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呢，记住这个概念啊，记住这个 V 字形就可以。你看这两个有一点左右有点一样的，只是角度大小而已。那这种情况你还可以破。一般不破的话就是成 V 字形，要破就成女字形啊。所谓的女字形呢，来这样子就是女字形。那么我们画的时候成女字形，并不是说要和这个形态一模一样，就是形象有点相似就可以啊。你看我从这里破一下，是不是就成女字形了？不过这个女字形有点交叉大了啊，不过也不影响，因为你这个枝干你可以往上走，你还可以破，从这里破，这个地方又成女字形。所以画这个枝干呢，对这个枝干的结构还有生长特征了解清楚了，你画的时候呢，你只要记住我的说的话，主枝分支成 V 字形，破局就交叉，交叉就是破局，像这个就是破局。破局一般我们画画当中会把它叫做3线穿插。你要是搞不清楚，你就不用管3线穿插，你就记住老师说的成女字形。那么这个呢，画这种复杂的，画这个大作品的时候，肯定会用到很多出枝的啊。那这个时候就会乱七八糟的出一大堆。那我们不要害怕，你按照老师说的办法，保证你能快速的掌握住啊。这个也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分析出来的啊。我曾经也是在画这个枝干上走了很多弯路，根本就没有人告诉我它是有规律的，都是看着老师这么画，但是这么画，你没有一点头绪没有，完全靠自己瞎练吧。所以我们要学的是技法和方法，而并不是去套用别人的这个临摹别人这种画画的模式。我们可以很自由的画画，只要你把规则掌握住了，你就可以自由的画画啊。当然我今天这个纸半生熟的不是很好画，所以我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墨色啊还不是很好吧，不过我们用不到那么多，一般还要画一点淡墨。淡墨我等会儿再讲啊，先讲这个。那我们再画一组啊，刚才是成女字形，我们再画一组女字形啊。那么这一组呢，我就画快一点啊，先画一根主枝啊，先画主的，我从上往下画，顿笔啊，顿，左右顿笔，顿完了顺滑。你看少了也没关系，回来可以补。这个枝干反而补比一次成型更有魅力啊。在边上可以轮廓带一下。
你看打结儿打结儿。那我把这个女字形画出来啊。当然这边上不要太光滑，你可以加一点，加一点，随便加一点。到时候你要出枝也好，不出呢，到时候就变成芽苞了。啊，这个呢横着走啊。为什么要横着走？女字形就要横着走。如果你构图是竖着的，你的枝干往上走；如果你构图是往左右两边走，那你肯定要用到女字形。那么我们这是主枝，我们要分枝，分枝啊，分枝，这是分枝。你看，我们现在要构造这个女字形啊。当然，这个分枝你还可以继续来一个，继续来一个小的吧。这是分枝，分枝又开叉，又成分枝，对吧？那好，现在主枝和分枝成 V 字形了，对吧？那我刚才讲我要成女字形，我肯定这个枝干就要往左边走了。那我们走一下试试啊。哎，这个墨色慢慢的变淡了，正好，正是我想要的。那么这个就是成女字形，这个女字形你看，哎，只要像就行，不要太大。这块你就看像个女字形。那么这种呢，就是三线交叉啊，成女字形。当然，你这个枝干可以继续往上走，你可以继续出，继续出，出多少都没关系。这个还可以出，如果你不想出，你就此打住。但这边还可以继续出，这边继续出。你看主枝、分枝成女字形，成 V 字形了。我们这儿可以出一个小的，是不是就这两个还可以哈？不用说觉得平行啦，或者是挨得太远了，但是这个枝它也是可以的。如果你想有所连接呢，你可以把这个枝干穿到这里来，也是可以的。因为画多了你就灵活了。那么这个呢是女字形三线交叉，来主枝干、分枝干、分枝干和主枝干之间成 V 字形，分枝和这个小枝成 V 字形。那么这个分枝和这根枝干又成 V 字形，那这个分枝和这个分枝之间又成女字形，成 V 字形了。那么这个主枝干和分枝和这个分枝三线交叉成女字形。那么这个枝干往上走，那么画的时候呢，你就更明确一点啊。你看1、2、3、4，是不是感觉有点分开了呢？那通常如果你这边有花头，它完全可以往上走，往上走。所以完美用到这些枝干的时候，一定是画大作品的时候，比如说4尺整张的、6尺、8尺的，到时候你这个下面老枝干会加很多，那到时候就肯定会用到这个枝干的画法。所以呢，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啊。那么我们再画一组啊，再画一组。因为只有在多讲多练习当中呢，大家学的才会跟着老师的感觉走。一开始听课有可能这个感觉没上来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还是画一个啊，还是画一个女字形，还是就这一笔来变啊。好，先画主的，这个实在是太干了，挪不动了。我们在这里画一个顿笔啊，顿笔。下面老枝干其实也是可以画快一点的啊。如果纸厚一点，我们这个笔呢可以再湿一点嘛，因为这个纸太薄了。好，我们就画了一个主枝干。那我要画一个分枝啊，我现在要往上走。那这个是主枝短一点，我要把分枝画长一点。
我就从这里，比如说我从这里出枝啊，这里出枝往上走，我要越过这个主枝，所以我画的时候呢，上面越往上，枝干越浅越细，所以我可以画细一点，我可以快速一点。这也太细了，补一笔啊。那么我可以往这里走，当然你看我这个地方我还可以开叉，往下走，是不是就分开了？哎，那我要成女字形呢，那我这边必须要有横着走的啊，横着走。那么横着走，你看打结儿，主枝打结儿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这地方打结儿，我们出枝就可以在这儿。但是要考虑这个枝干就这么长，你不要在正中间，要不下面一点，要不上面一点啊。那我们可以下面一点。我一般是从头上往根部的地方画啊，因为我觉得这样顺畅。如果你运笔你喜欢从下往上也是可以啊。你看这两个这一段和这一段有点相等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必须把这个枝往上加一截啊，越往上越流畅啊，越下面呢越顿笔。所以我们画的时候记住这些规律就可以啊，越往上越光滑，越下越顿笔。这就是枝干的穿插，这是三线穿插，也叫女字形穿插。那这个啊就讲到这一点，注意几个点，就是不要平行。你看这两个枝干平行的时候，要穿插一根，打破这个平行。运笔的时候记住，枯笔它肯定就要干，对吧？然后呢，出枝的地方多顿笔，多顿点结出来啊。然后底下呢尽量粗一点，墨呢可以浓一点，但是不要太湿，宁可干也不要湿。飞白的地方就是稍微直一点，但不是笔直，是带一点弧形的曲线直，下面粗哈，曲折一点。那么交叉的地方呢就成女字形，不交叉就成 V 字形。那个分枝跟主枝之间总是成 V 字形，大概啊，但是你也可以打破这个常规。但我讲这样讲大家好明白一些啊。那么画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哪里需要长，哪里需要短，这些都无所谓。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你该怎么出枝，你知道从哪里出成什么形，这个明白了，你这个应该是会画出来的啊。那么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下一节课呢我会再补充一些啊，希望大家呢下去有时间多练一练，多画一画。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呢，可以来问老师啊，老师很乐意帮助信任我的每一个朋友啊。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在你购买订单的后台给老师来一个好评啊，非常感谢。我们下节课见啊。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继续讲这个枝干啊，因为上节课枝干只讲了个三线穿插、横向走法和这个枝干的这个生长特征和结构特征。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继续就上一节课的三线穿插、女字形穿插，再继续画一些造型。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画出这个主枝干啊，用这个毛笔呢蘸一点这个墨啊，焦墨、圣墨、干墨、湿墨都可以。重要的一点就是水分要少，如果你不确定怎么样水分是少的，你可以拿个废纸上面划拉一下，像这种情况有飞白，这样看水分就不大，就可以画。如果是这种就是水分大了啊。好，
我们现在从这个纸从这边开始啊，我们现在画一个主枝干啊，顿笔，从上往下画，越到下面呢越粗，粗的时候还要出枝，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左右蹭一下顿笔，然后稍微往下走一走，走完了再顿笔，下面使劲往下按，下面使劲往下按，让它变粗一点啊。因为有时候画我们不愿意去多调色，尽量一笔墨画到底。这个就画的挺直一点啊，然后加一点墨，加一点轻轻的笔尖调一点点就够了，不要太厚实了。那么这个是主枝，我们上面可以画一点分枝，然后我们要女字形啊，女字形你看主枝，那么这个分枝，那么我这一次分枝我就不想说是从它上面出来的，它可能长在它后面，所以我调墨的时候淡墨啊，调一点点淡墨，就是不要太多啊，一点点淡的就可以。要是不确定淡不淡，拿个废纸吸一下，还是不行。哎，这样就可以啊。哎，这样是淡一点。好，我们从这个应该长在它后边啊，所以我要从这里出枝。这个你从哪出就行，都可以，你从这里也行，从这里也看行，不管你从哪出，你整体上是呈女字形啊。那我呢想从这里出，哎，这个墨色稍微淡一点啊，你看这样就穿插好。那么这一笔呢是在它这个主枝后面，那么我现在要往上走走，往上走，你记住不要和它平行，你可以从角度慢慢变大，可以往这边走。你看可以飞白一点，什么时候飞白呢？是往上的飞白啊。那么你看这样走，再直上去就没意思。那我们可以给它分枝啊，分一下，呈 V 字形，呈 V 字形，可以再往上接一点。哎，你看这两个虽然没有呈平行四边形，是不是成个大 V 字形？那它俩没有连接，那我们就可以调一点墨色。那么这一笔呢，跟它颜色接近啊，深一点，比它深一点。这个是后面的，所以我们这个墨呢，慢慢的再调一点点，稍微浓一点点。那我们可以从这里破一下啊，破一下。你看，再破一下，是不是就女字形了？但是你不能横着，不能这样走，你稍微斜一点啊，斜一点。记住，这中间不要出，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出，往这儿走。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出。当然，你可以不停的出枝横过去啊，也可以一笔横过去，一笔横过去好像不如出枝好看一点。你看这个呢，我还可以往这边出，还可以这样出，我还可以往上走。如果枝干花头多的话，我还可以往上走，画小花苞都是可以的。哎，这就横过来了啊。那么这个女字形在哪里呢？就在这里啊。那么1、2，这是一横过去啊，这也是女字形。就是画的时候，我们大体的还是有方向的，就是不能什么都不知道。画的时候，我总知道我要是画什么形啊，这就是内行。那么外行呢，就感觉就是这一笔画来画去不明白，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明白的人啊。希望同学们在老师的课上呢，把这个干货可以牢记。你看这个地方跟它交叉又成 V 字形，是不是可以破呀？如果你要画女字形，你可以这样破，还可以这样破。所以这就是有时候你经常看别人画，哎，这边为什么来一笔，悄不声息的这边来了一笔，为什么呢？因为他要
破形啊，围绕一个女字形。当然，人家说为什么你要女字形？你别的形状不行吗？也行吧，就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画家画画，最后构图的总结，可能就是觉得这个形态好看吧，比较常用，所以就延续至今。所以我们今天有幸学到这个知识点。好，这个穿插完了，我们继续再穿插一个啊，就是我希望在我慢慢的画，多画几组，同学们呢印象更深刻一些啊。好，我们在这儿来一个啊，在这儿来一个，那么这里来一个呢，我们先画主枝啊，哎，这样就可以啊，这个是主的，那我要画个交叉的吧。好，我往这边走，往这边都行啊，但是我利用这一块空间，我可以往这里走，往这里走，这边缘可以勾一带一下啊。先不要拘泥于小节，先把你大体的这个想要构造什么形象画出来，最后再修这些小地方。因为这个灵感和这个感觉是一会儿就消失了。哎，这是不是个大 V 字形？大 V 字形，对吧？那我们可以破这个 V 字，破一下。你看这个地方要破，是不是又是女字形？那你不想破呢？你不想破怎么走呢？你可以这样走。可以下面来一个。通常我们有时候见到这个花呢，往这边走，倾斜的也是可以啊。那这个呢是主的，尽量我们稍微有一点角度啊，尽量画的时候呢，不要直拢就完事儿了。有时候你直拢，然后有一些地方可以拐个弯嘛。你看交叉，哪个前哪个后，就可以分清楚。你看这个都交叉了，那么这种呢，也是画大作品会用到的啊。好，那么我们可以在这边呢，继续给它加一组，加一组。你看加的时候左右不能对称了啊，所以我们这一组往下走，这样就可以。不过一般用不到啊，这个很复杂的。这是一个，你看主枝呈 V 字形，这又交叉又呈 V 字形。一般不要用这种啊，很少有作品，很少有能看到这一块的。这是一个啊，我们再画一个向上的啊，再画一个向上的，画一个向上的啊，这里在角落画吧。好，看出枝不能在中间啊，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通常是一个主一个分，当你画一个花头的时候，就可以这样画。那么调色的要注意啊，用墨呢加水进行调和。你看我这个墨都是盛的墨啊。那么中侧锋呢，你看中锋、侧锋都用到了啊，中侧锋运笔。这个转折的时候呢，这个笔要顿笔，要干，要曲折。这个就是画这个枝干的要点啊。往这边画几个啊，画几个。我们画一个这个枝与枝之间这个遮挡关系，画一个简单的啊，画一个主的，从上往下，太大了，扁一点。画一个主的，然后呢，画个细一点啊，到下慢慢粗一点，但是再粗也就这么粗了啊。这个是主的，
那主的呢，它上面也有刺的分支啊，我们叫它分支。好，这边来一个，这个是分支。下面啊，下面继续来一个，是不是平行了？破，一线、二线、三线交叉破。破，你看我们可以向上走啊，因为我们有时候画牡丹，这个都是往上走的。哎，这样就可以啊。但是有没有发现这两个有大和小，但是有点平均，就是墨色平均了啊。哪个是前，哪个是后呢？我为了区分一下，我把这个主的放在前吧，给它勾一下，加深一下。像这个也可以再分一个。那么这个是向上的这个枝干啊，这个主枝干较粗，这个墨色呢较浓重一点啊。那么运笔，这是中锋，从上往下运笔。那么顺着这个主干的这个大势，从上往下，由深到浅，慢慢的往下画。画完了之后呢，我们在左边、右边出这种小枝啊。那么这个小枝呢，要浓淡不一样，枝与枝之间要有这个穿插和遮挡的关系。那么这个是在前，它是在后，所以它的遮挡关系是主枝干在前，小的在后。我们要注意这个啊。我们再画一组啊，加点水分，太干了。我们往这儿挪一下啊，这边还可以画一组。我尽量多画一些啊，让大家学的时候呢多看多思考。好，我们再画一个啊，这个画一个小的吧，画一个小的，这就是主枝啊，一个小的主枝，从上往下画的。你看这个呢，为什么有深有浅？这是我顿笔顿的点儿，顿的太大了，应该不要这么点儿啊。那么这是一个主枝，那么我在主枝上出一个分支，我在右边出一个分支，从上往下画，画的时候慢慢顿笔，这是一个分支。这个分支也会开叉哦，但它已经在上面，那我这个叉从下面开始吧。我就不要跟它接近，我从这个地方开始啊，从下面开始，因为总是要有所对比，如果你不对比都同样的就不好看了。那么这个是主，这个是次，这个墨色淡一点啊。那么我要出枝，你看出这边已经有了，我就不要从这出，我可以走远一点，从上面出。从上往下推笔啊，那么这个你看有点不好看，差两个之间，那还可以穿插，再穿插就是女字形，那么就是三线，所谓的三线穿插，这就穿插了，这是一个小枝啊，就是你看这个主这个刺它淡一点。我们画的时候就要这样区分一下。好，那这一节课呢就讲到这里啊，希望大家下去呢多多练习。后面呢，我有时间再会补充一点啊，补充一点这个老枝干和嫩枝干衔接。这个我们大家按部就班的，一个点一个点的学啊。先上一节课是三线交叉，这节课学的是也是三线交叉，不过呢我们加了两组这种向上走的啊，两组，这个是简单的。当我们画一个花头加花苞的时候，那么这两种完全可以用啊。用笔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主枝干的颜色呢深一点粗一点，
次要的枝干呢细一点，流畅一点。那么运笔呢，要出枝的地方多顿笔，曲折多一点。然后像这种流畅越往上面的枝干呢，节儿比较少，我们可以画的流畅一点，可以带一点飞白。那么这枝上都是，如果你不要继续出枝，可以在上面画这个芽苞或者嫩芽都可以啊。那么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下一节课再补充一些。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多练习练习啊。练习的时候就是注意一点啊，虚一点，实一点，虚一点，实一点，实一点，虚一点，实一点，虚一点。实的浓墨，虚的用淡墨，被遮挡的用淡墨。希望大家记住啊，下去多多练习。我们下节课再见啊！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